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真茶君。今天要给大家来讲述的一个话题，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不爱喝茶？难道茶不好吗？其实有很多种原因造成。今天普文主要给大家来讲述一下哪几种原因。普文总结了8大原因，大家仔细想一想，很简单。第一个，生态变掉了。很多人在想我小的时候喝的茶是怎么样的？现在喝的茶没有那种小的时候那种口感，这是一波老茶客，上了一定年纪的就会有如此的感慨。那是为什么？第一个，生态变掉了；第二个，茶树种变了，种植的环境和以前的环境都不同了，生态都变了，树砍完了，茶树种不断的嫁接出来什么新的优良品种，那你说口味会一样吗？肯定变了。所以像我们这一波人，很多时候也越来越不爱喝茶了，尤其是像嫁接种，情愿喝原来的一些老品种，像西湖龙井，普文喜欢喝群体种，它那个茶味做出来就是不一样，不管它卖价高和低。比如像普洱茶、蒙古大叶种风情老品种这些我们都拿来做。有新的品种出来，云康云康10号紫娟比如说云康12号、清水3号，这些我们拿来做的红茶也好，普洱茶也好，我们基本上都是不喝。第二种大的变化是什么？是制作工艺变了，制作工艺不断的在改变。比如说像现在很多人提倡了要先进，不断的工业化，要大量的机器来制作。味道呢？茶味呢？其实扪心自问，很多茶商包括我们喝茶的人都了解，不是你机器做的茶一定是最好喝的不是。越现代化的工艺造就的是产量越大，同样越现代化的工艺会要求更多的产量来满足机器的制作的数量。这就是一个非常对于要喝好茶的茶友来说口感好要生态好的茶友来说，这是最大的障碍，这是最不可控的因素。极度的快速的工业化要去赶超什么立顿什么所谓的10万家茶企不如立顿一家。立顿做什么茶的？做垃圾茶的，做碎茶的。不要以为立顿是很高端很有名气的茶，销量针对欧美国家来说确实立顿的茶做成的红茶他们满足自己。但是中国不一样我们很多人在崇洋媚外宣传人家怎么厉害，传统的一些工艺在某些茶商认为它是很落后的，但是在于普文认为这是我们制茶人对茶的认真，源不断的去匠心，能出品更好的茶。第4大部分，茶叶被神化了。中国的茶叶随着我们居民的收入增加随着经济的不断的发展，中国的茶叶被神化了。很多绿茶的茶商攻击普洱茶怎么样，什么虚高价的茶。同样普文作为一个浙江人也要说一句，绿茶没有炒作吗？绿茶也有炒作，不要以50步笑百步。但是请大家在每一个茶类的行业当中，每一个地域的行业当中，你作为一个有良心的茶商，你就不断的去优化你自己的茶从制作上也好不断的去优化，从价格上也好不断的去优化，能给消费者合理的一个价格。你不要去参与炒作，那是你真正的本事，不是在不断的攻击别人，不断的谩骂别人，没有用的。我不让普洱茶超过多少价格，不再往上。我做绿茶到什么样的程度，到什么样的价格停了，我不会让它再高于这个价格，那是我的良心。做任何一款茶都是这样。为什么中国这么神奇普洱茶炒出来可以一饼茶到几十万，有必要吗？对这个行业有好处吗？老班章茶王可以卖到68万1公斤冰岛茶王树可以卖到168万，凤庆的茶王树茶组10公斤鲜叶可以卖到1000多万。你觉得对这个行业有好处吗？只是一个虚设而已，一个虚名而已，这只会对行业招来很大的打击。一个行业的发展，做茶的这个行业，我们需要稳步的不断的品控，不断的提升，这是一个健全的一个产业链。像当年的西湖龙井100克可以卖到10几万，那不是为了炒作吗？每个茶都有炒作。乌龙茶大红袍卖到几十万1斤，那不是炒作吗？这是原有的价值吗？所以中国的茶被赋予太多的神话了。讲一点文化故事讲一点历史就不断的包装。懂历史，茶历史你懂了，你会做茶吗？这个茶历史跟做茶工艺不断的更新有关系吗？不写进文字里面的历史难道不存在吗？不可能。不要自以为在你认知范围之内可能是没有，在人类的不断的演化过程当中，这茶树的不断演化过程当中它存在，你无法改变它。所以茶叶这一部分神话
普文还要讲文化上的神话，这是最可悲，会讲故事的，这是最可恨的。哪一个茶不是故事讲起来的？请问没有一个茶不是从故事讲起来的，能炒上去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做茶人同样爱护这个茶原料的前提，把生态做好，把原料把控好，把工艺做好，自己把销售渠道做好。你不缺赚不到钱，能赚到钱，但是你凭良心赚钱，你凭你实际赚钱，这就是普文觉得这个茶神话的第5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像那些茶王树出来的那种价格合理吗？一点都不合理，有可能还比不上口感和品质，还不如它1%价格的那些茶，不是不可能啊。茶因人而异，茶因自己喜爱而来估价，这是消费者的心理。普文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因为他这个价格能承受，他就能买，还满足了他自己认为这个是独一无二的。人追求这种心理，人人都有，不要利用这种心理来不断的炒作。这个只是一片树叶的茶叶，我们合理的去爱护它，把品质做好。第6个因素，文化变了。为什么说文化变了呢？以前喝茶的习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自己的父辈们、爷爷辈们，他们怎么喝茶因为他们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管理它是不一样。那时候主要是以劳动为主，现在有更多的人不用去体力劳动为主，所以说喝茶的方式我们都变了。以前大杯茶，基本上第一都是大杯茶，现在什么某某功夫茶用某某功夫茶，这个茶里面的文化变了。但是这个升级的一个过程当中，所谓的升级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文化一变，价格那是突飞猛进。所以很多茶都在做功夫茶包括福建的太阳功夫茶、乌龙茶、普洱茶、滇红功夫茶，我们都在不断的做功夫茶。只有功夫闲的人那么空去喝那个茶去品鉴茶。你没发现吗？在办公室里一直喝茶的人收入比所以造成了很多中产阶级工作比较忙碌的同时，他们不爱喝茶了，他们喜欢快消品比如奶茶，什么茶饮什么立顿一泡咖啡我买一杯星巴克就可以了，没有那样可以喝功夫茶。这个时代由于物质的丰富，他们的选择越来越多，尤其西化文化的侵蚀所以中国人年轻人很多喝可乐喝咖啡喝奶茶，酒文化越来越兴盛，其实对茶文化也是一种变相的冲击，因为更能让人着迷，尤其是失落的人。现在我们工作压力那么大，选择喝酒的人越来越多第8点原因，喝茶的时间变掉了。像我们很多时候白天的忙碌就没有时间去喝这个茶，只有在晚上。但是晚上喝茶，很多人由于现在的身体状况，越喝越睡不着了，尤其是很多人想进入这个喝茶的那个阶段，好了，他一喝晚上睡不着他就越发感觉喝茶睡不着烦恼越来越多，就不敢喝了。遇到太多的朋友就是这样下午我不敢喝，一喝茶我晚上睡不着。所以很多中层白领他会选择快消品。这就是普文为大家总结的，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人不爱喝茶，不是茶不好，有好茶，只是我们很多环境都变掉了，习惯都变掉了。但是作为一个制茶人，希望大家多喝茶，茶对身体真的是有益的。像我这几年过来，我没有感冒也没有发烧，因为我每天都在大量的喝茶，因为我觉得茶可以让我提升免疫力，有时候工作的压力也可以排解一下，可以让自己静一静。好，谢谢大家一直关注普文，你有自己不同的观点和想法，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普文留言，普文一定会一一回答。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先讲述到这里我们下一期节目见。